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股市咖啡屋。今天是2024年的8月9日，星期五。我们做一下周末点评。本周指数周线收的是纯阳线，非常的亮丽，但是我们却要小心。今天的标题就是周线亮丽，却需小心。现在冲动入场不是明智之举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我们直接回到盘面来看一下。今天道琼斯指数上涨 0.13%，纳斯达克上涨 0.51%， 标普500上涨 0.47%， 下跌的5093家，上涨的有6329家。从热力图来看，今天是绿油油的一片。在周三的公共视频和大家聊过，尽管周三出现了比较大幅的下跌，但是如果周四周五两天如果扛得住的话，指数还是有向上继续反弹的动能。尽管还有向上反弹的动能，但是整体的趋势现在还是在一个下降趋势。我们直接回到盘面来看一下，今天是周五，我们看一下周 K 线。那么大家现在看到的是道指的周 K 线图。从道指的周 K 线来看，现在还没有完全跌破趋势，周 K 线收的还不错。我们再看一下纳斯达克，纳指的 K 线形态，周 K 线的 K 线形态非常的漂亮，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底部 K 线形态。我们再看标普500，标普500的周 K 线也收的非常的漂亮。我们再看一下罗素2000，罗素2000的周 K 线也收的不错。从周 K 线来看，它也是顽强的站上了周 K 线级别的 MA20， 但是尽管周 K 线收的非常的亮眼，都是收的纯阳线，现在我们还是需要小心。我们就以纳斯达克为例，大家看一下，纳指本周的 K 线收的非常的漂亮。这是什么时候？这是2024年的4月份的时候，也是有一次比较快速的下杀，然后出现了上涨。从周 K 线来看，这是一个微型反转。我想很多的朋友担心，如果现在再不上车会来不及了，再不上车可能就赶不上这一波的上涨了。那么从周 K 线来看，2024年的4月份这里好像是微型反转。我们等一会儿到日 K 线来看，然后在这里2023年的10月份这里一波好像也是微型反转。大家注意这里一块2023年的10月份，图形缩小，大家注意看一下这里一段长时间的下跌，从23年的7月一直到23年的10月，整整3个月时间都是在下跌过程当中。而本次才下跌了多少时间？到目前为止才下跌了1个月。现在的行情非常像这里一段行情，这里一段行情还比现在的行情走的要好。所以我们看一下在日 K 线级别2024年的4月份和2023年的10月份它是怎么走的，会不会出现微型反转？如果出现微型反转，我们该怎么应对？回到日 K 线来看一下。首先现在这个行情，这是一个标准的下跌趋势中的反弹，所以我希望它再往上涨一涨，然后还有下跌的机会。再往上涨的话，最大的压力位我已经写出来了，如果再出现反弹的话，最强压力位是17401点，这是纳指综合的反弹的压力位。我相信很多人都担心会不会出现这样的微转，有没有这种概率？有这种概率，但是这种概率不大，非常的小。如果出现微转，这根压力位我们看一下17717点的压力位，如果纳指综合没有出现回调，而是直接的攻到了17717点，那么我们该强行上车就强行上车，但是这种概率不大。我们回顾一下今年4月份的行情以及去年10月份的行情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就是今年4月份的行情。在这个下跌过程中，我们现在的行情可能是这里一段，来到了压力位以后会有一次回撤，在攻的时候过这个点就是好的进场点。我们回到现在的行情，如果出现微转，现在必须超过这个点位17717点，但是到这个位阶的话就比较高了，所以我们希望指数的走势是什么样？现在出现反弹，然后出现下跌，再过的时候要过这个高就可以了，就不需要过这个高，那么我们进场就比较的稳。所以
周 K 线级别看出来今年的4月份好像是微转，其实我们从日 K 线来看，在这里它是有一次的回撤，那么这就是第二只脚，过高以后就可以进场，所以不要担心它一飞冲天直接微转。那么我们再看23年的10月份的行情，其实目前的走势和23年10月份的行情非常的相似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是一次反弹，有一次反弹回撤破底了，再来一次反弹再破底。那么现在在什么位阶？我们再对照一下，目前的行情已经来到了半年线的下方，所以我们对照一下这里一段行情，我放大了看一下。所以现在我们只能对照这里一段行情和这里一段行情。如果是这里一段行情，现在做一个反弹，反弹上来以后，等什么？等第二只脚。我们等第二只脚。那么第二只脚它有没有破底？破底了，那就不是第二只脚。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，这一天我和大家聊过，我们要强行上车。所以如果在这一波的反弹过程当中没有形成第二只脚，我们强行上车的话，照样可以吃后面的这一段的行情。回到目前的行情，大家看一下，如果指数出现了微型反转，我们在这里进场来得及，但是这种概率不大。那么这是纳斯达克，所以今天的标题就是周线虽然收得非常亮眼，但是现在冲动的进场不是明智之举。还要强调一点，我说的只是指数，并不是个股。有些个股现在确实已经有了底部形态，而且我也在会员帖、聊天室和直播当中和我们会员分享了几档个股的走势，我们也已经提前布局了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。但是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信号，其实现在走得最弱的是这个纳斯达克。到目前为止，纳斯达克还没有站上半年线，半年线的价格是16750点，而今天是16745点，还差5点。但是道指也好，标普也好，已经站上了半年线。从目前走势来看，好像标普的走势走得比纳指强。最强的标普其实它有很大的一个问题，大家注意看一下，它的问题在哪里？它的问题是在周 K 线级别 MACD 出现的顶背离，能不能化解不知道，但是这是典型的顶背离的走势，所以能不能再次创出新高，把这个顶背离化解掉不知道，或者说不太容易。那么如果它要修复这个顶背离，股价要回到这个位阶，那就太恐怖了。那么如果它还算比较强，指标修复到这里来，那么我们看一下前段时间和大家聊过的 Costco， 大家看一下 Costco 这里呢为什么能涨？首先到了支撑位，为什么是这个支撑？我们会员都知道，这一点不是重点，重点是顶背离成型，从哪里起涨的？从这里开始起涨的，股价回到这个位阶，这是一种修复。还有一种修复，指标回到这个位阶，看到没有？所以再回到标普500，如果指标回到这里，我不要求它股价回到这里，如果指标回到这里，这里将会有相当长时间的整理。我们有必要那么着急的冲动的进场吗？有必要跑步进场吗？所以现在还是需要管住自己的手。指数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那么我们看几档个股的走势。这几档股票是上个视频和大家聊的，那么既然还在讲解的这个目录里面，那么我们还是大概再说一下吧。谷歌到目前为止没有端底结构，没有底部形态，不需要进场，再继续观望。这个位阶可不可以进？如果你是长线持有，可以进场，但是如果你是长线持有，你又想找一个比较好的进场点的话，现在继续观望。英伟达现在也没有底部形态，也没有底部结构，这个位阶跟
谷歌一样，如果你是长线持有，而且没有仓位，仓位不重，现在可以进场。还是那句话，如果你想找一个更好的、比较稳的一个进场点的话，现在继续等待。Meta， 上个视频也跟大家聊过，在7大权重股当中，现在形态走的最好的就是 Meta。那么也和大家聊过 ，Meta 只要过了506就可以进场。那么现在 Meta 它的压力在哪里？近期压力就是这个压力位，就是这个压力位。如果这个压力位能突破，上方的压力是多少？给大家看一下，上方的压力就是529块3毛2。首先8月1日这一根 K 线压力要突破掉，突破掉以后过了529块3毛2，不需要过542，过了529块3毛2，不需要突破542。我们再看一下 PRTR， 那么 PRTR 也跟大家聊过，如果有效的突破28块3毛钱，就可以按照追击强势股的策略进场交易。那么现在继续可以持股续报。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Snow， 那么 Snow 的走势我们可以留意，现在会不会是一个破底翻的走势？关键是看它底下的这一个 MACD， 关键是注意大家看一下它的 MACD 能不能形成底背，现在还没有形成，看它能不能形成底背离。如果能形成底背离， Snow 也是可以考虑进场布局的。但是要注意一点，下个星期它要公布财报了，那么财报的风险不在技术范围之内。那么我们再看一下特斯拉，有朋友问到好久没有讲特斯拉了，今天也讲一下特斯拉。特斯拉到目前为止没有底部结构，继续的观望。因为前段时间在这里的时候，我也跟大家聊过，如果它能突破这根 K 线，可以进场；如果这根 K 线失守，立刻离场出局。那么现在到了这个位阶，继续的等待，没有底部形态。我们再看一下台积电，台积电目前这个形态来看的话，可以进场布局。从指标上来看，走的没有问题，但是 KD 的指标有点过热，所以不需要追买，而且它现在上方的这个月均线还是有压制的，进场是可以进场的，但是不需要追买。我们再看一下迪士尼，迪士尼现在不能进场，完全没有底部结构，需要等什么？需要有短底结构，什么时候有短底结构，什么时候再考虑。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最后祝大家周末愉快，我们下个星期再见。